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今天我们来说过拟合 overfitting 以及抑制过拟合的方法正则化。我们先说过拟合，我们之前在第27集介绍数据的时候提到过过拟合。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我们应该把数据分成两份，第一部分用来训练神经网络，我们称之为训练集。第二部分用来测试神经网络，我们称之为测试集。之所以要把数据分成两个部分，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测试一下，在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数据是不是过拟合了。那么什么是过拟合呢？过拟合就是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训练的太好了，太完美了。比如你训练一个神经网络来识别手写的阿拉伯数字，你一共有1000张0到9的图片，你搭建了一个大大的神经网络，对着1000张图片反复训练，一直训练到识别率达到了100%。这时候你太开心了，你觉得自己训练的神经网络简直太完美了，比那些大公司收钱的商业模型都要牛很多。你满心欢喜，又从 MNIST database 下载了另外的1000张手写图片，你把这些新下载图片输入进你的神经网络，一运行，一看结果，傻眼了，正确率只有 70%。 这个时候你心情沮丧，心烦意乱，嘴上不停地念叨，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模型过拟合了，你的神经网络大，参数多，就可以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特征。你反复的用同一组数据训练，随着训练一次次的迭代，这组图片中越来越多的细节都会被这个神经网络学习进去了。有些朋友会说，这不是好事吗？但是答案是不，这不是好事。因为很多细节其实只是这一张图才有的，它不具备通用性。比如某个一字旁边有一个点，这时神经网络很有可能就会认为有个点的图片就应该是一，而忽略了一的一些通用的形状和特性。极限的情况下，每张图片特有的一些噪点、小短线、尖角都会被神经网络学习进去，用作判断是数字几的依据。显然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批新的图片来了，要让这个模型做出判断，但是这些新的图片没有和原来图片一样的噪点、小短线、尖角，那么这个模型判断的结果就会大打折扣，这就是过拟合了。我们再用一张2维的图向大家展示一下什么是过拟合，什么是合适的拟合。大家看到这张图里黄点和蓝点的分布情况，如果我们找到区分蓝点和红点的线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过拟合了。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合适的拟合。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不能让神经网络过于考虑特殊的情况以及噪音的干扰，而是要聚焦于更加一般的、更加通用的特性。然后问题就会更进一步了，我们该如何防止过拟合的发生呢？答案就是正则化 regularization。 正则化这个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抑制过拟合或者剔除异常数据，使测量到的数据更加平滑的意思。后来机器学习兴起以后，引用了这个概念，成为了机器学习里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很多中文文章也把正则化称为正规化，这就和上一集讲解的 normalization 的翻译相重合了。是不是感觉这一块的翻译特别乱呢？笔者也是这个感觉。那么我们之后都叫正则化。那么正则化有哪些方式呢？最简单的是2种方式，一，将网络变小；二，将数据变多。让网络变小，网络学习的最大容量就变小了，这样网络就学不到一些犄角旮旯的东西了，只能聚焦于最一般的规律了。但是把网络变小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只有大网络才能学习更多的东西，才有更大的潜力。用网络变小的方式来抑制过拟合，那真的就变成了削足适履、因噎废食了。
让数据变多是一个好主意，数据越多，异常数据的影响就越小，越容易展现数据背后揭露的普遍规律。见过一次硬芒果的人就会认为芒果都是硬的，但是见过很多芒果的人，他就知道只有软的芒果才好吃。但是采集数据的成本往往是非常高昂的，在很多现实的情况下是几乎无法承担或者几乎无法实现的。这样子重担就落在了算法工程师们的身上了。那么算法工程师发明了哪些正则化方法来减少过拟合呢？大致可以分为3类：权重衰减 weight decay、 标签平滑 label smoothing， 还有 drop out。drop out 呢，主播没有查到中文的官方翻译，所以我们直接使用它的英文名称了 drop out。我们先来说一下权重衰减法。这个方法是最数学化的一个方法，也是被提及最多的方法，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以至于在很多文章里提到正则化就只介绍权重衰减法，好像权重衰减法就是正则化一样。当然他刚才提过还有另外2个。权重衰减法这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还记得我们在第24集中介绍的损失函数吗？我们说过，损失函数就是神经网络学习的灯塔，为学习指明了方向。比如我们在那一集中介绍过的交叉商损失函数，它的公式是这样子的：负的 n 分之一西格玛 i 从1到 n yi 乘以 ln 有帽子的 yi， 其中有帽子的 yi 是模型预测的值，没有帽子的 yi 是真实值， n 是样本的个数。权重衰减法就是在损失函数中添加正则项，这个正则项就是整个网络所有权重的平方和，再乘以一个缩放系数 lambda， 写成公式就是这样子的：负的 n 分之一西格玛 i 从1到 n yi 乘以 ln 带帽子 yi 加上 lambda w 的平方。这个公式前半部分就是交叉商损失函数，后半部分大写粗体的 W 代表网络中所有权重的平方和， lambda 是一个缩放系数，比如说 0.0005 之类的。那么这个公式想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我们知道训练神经网络的过程就是寻找损失函数最小值的过程，损失函数最小了，就说明网络得到的结果和真实的情况最接近了。那么现在加入了一个 lambda 乘以 w 平方，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神经网络训练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让交叉商最小，我们也要让网络上所有的权重最小，或者说两者之和最小。也就是说，网络上所有的权重都必须是一群很小的值。那为什么我们要让权重很小呢？为什么权重很小可以防止过拟合呢？这是因为当网络的权重很小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中，离群的异常值以及噪音的影响相对就会更小，网络学习到异常值噪音的能力就变小了，这也就避免了网络对训练集中的数据的过拟合。另外，如果输入有一个变化，最终的输出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这就保证了输出的稳定，也就是说，网络模型的泛化能力被提高了。需要提一下的是，用平方和作为正则化项，那么我们就称之为 L2 正则化。那么除了 L2 正则化之外呢，还有使用绝对值之和的，也有使用绝对值最大值、绝对值的最大值作为正则化项的，分别称为 L1 正则化以及 L 无穷正则化。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另一个正则化方法，标签平滑法 Label Smoothing。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没有标签平滑的情况下，问题会出在哪里。假如我们有一个神经网络，只有2个输出，是和不是，也就是1和0。当我们训练这个网络的时候，需要计算损失函数。当数据标签是0的时候，计算得到的交叉商损失函数就是0， 0乘以 log 带帽子的 yi 就等于0。
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对于所有真实标签是0的数据，神经网络计算得到的概率数字都会被隐藏掉，因为它成了一个0。无论神经网络对真实标签是0的数据预测是 0.01 还是 0.45， 对所有迭代次数中损失函数的大小都没有影响。这就会导致神经网络学习时出现偏差，会朝着真实标签是1的数据偏斜。还记得我们26集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最简单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吗？从最后那幅分开黄点和蓝点的分割线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分割线是偏向标签是1的数据的，也就是蓝点数据的。更加完美的分割线应该是穿过0点才对。另外，当标签样本足够大的时候，不保准有些标签就是错误的，毕竟标签都是人贴的，有人就会犯错。可以想象，无论是谁，如果让他一直连续的认10万张图片，认错几张图片那也是正常的嘛，对不对？但是这些错误的标签对模型训练的影响，那可就是巨大的了。我们再来看标签平滑法是怎么应对的。其实呢，方法也就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不要把标签写成0和1，而是写成一个很小的值和1减去这个很小的值，比如 0.05 和 0.95， 就是这么简单，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一方面，所有原本标签为0的样本所对应的网络预测值就都可以参与运算了，不会被抛弃的，因为计算损失函数的时候乘的就不是0了，而是一个很小的值。网络训练过程就不会出现学歪了的情况，同时对错误标签也就有了容错的能力。最后我们再介绍一下 drop out 方法。drop out 方法不在损失函数上做文章，也不修改标签的值， drop out 直接修改的是网络的结构，而修改的方法就是随机的删除一批神经元。比如我们有第一个隐藏层有5000个神经元，第二个隐藏层有500个神经元的这么一个神经网络。当我们开始训练这个神经网络之前，我们就先在这5500个神经元里面随机的挑选2750个，把它们丢弃掉，也就是 drop out。 那么也就是说，这2750个神经元它不会参与训练。然后当我们对剩下的这个网络就会用一个批次的数据进行一遍网络权重更新，然后恢复原来丢弃的神经元，对这个重新有了5500个神经元的网络再次随机的丢弃2750个神经元，再用另一个批次的数据更新一遍网络权重，就如此的重复，直到损失函数足够小，此时网络就训练好了。在做验证的时候，使用的就是这个完整的有5500个神经元的网络，也就是整整的比训练的时候多了1倍的神经元。为了弥补这个多出来的1倍的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对应的权重它也要减少1半，也就是除以一个2。那么为什么 drop out 会有助于抑制过拟合呢？我们可以看到 drop out 方法在训练的过程中，网络其实是在不断变动的，神经元之间的链接也是在不断变动的，这就保证了每次某个离群值或者噪音刚被某个状态的网络所接受，下一次训练的时候这个网络就变了，这样只有通用的一般的特性才会被网络学习获取，偶发的离群的异常点的影响就会变小，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也无法建立稳固的联系，它就会强制每一个神经元都要适应更加普遍的情况。当然 drop out 不单单可以随机的丢弃神经元，在大型的神经网络中也可以针对网络的某个组成模块中的神经元进行随机的丢弃，比如 transformer 架构里面针对 attention 模块就有 attention drop out，当然也可以随机的丢弃整整的一层
我们称之为随机深度 （stochastic depth）。以上就是过拟合以及抑制过拟合方法的简单介绍。这里必须强调一下的是，对于大型网络，特别是如今动辄以万亿计的超大型网络，正则化在网络训练阶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前面说过，越是大的网络越容易过拟合，所以如何防止过拟合也是今天顶尖 AI 公司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本集介绍的几种过拟合方式，在如今最流行、最新型的 Transformer 架构中都有使用，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这集的所有内容啦，希望大家喜欢。都已经看到这啦，就顺手点个赞，关注一下吧。有问题有疑问，要纠正主播的错误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么我们下期再会。